哎，你们知道做肠镜的时候被人认出来是一种什么感受吗？我刚才呀去做了个肠镜，是那种无痛的那种，就上来用麻药刮你就撂倒了，你就睡着了，啥也不知道。然后医生在里边扫一扫你到底什么问题。然后我呢好像就对这个麻药并不是特别的敏感，就正在检查就是迫在末梢的时候，我突然就醒了。然后熟悉我的朋友们呢可能知道，就是我特别爱在视频开头的时候说，哎，这个哎呢就代表我要说话了。就是其实在这个床上我醒的时候就有一种如鲠在喉的感觉嘛，我就习惯性的我就哎，这时候一个小护士就过来了，张彩玲，是不是你？我刚才在你后头看就像你，你这眼力我确定了就是你。我当时就想，你说你刚才在后头看，那你就回我后头去呗。你说你上前面来干啥了呀？完事儿呢，就正在镜头面前看着显示屏里给我检查的医生也探过了头来，真是你啊姐！哎，彩兰姐，说实话，你上镜可没有本人好看，你上镜显老还显黑，本人干净一个人，你说咋回事呢？我说那可能是你取景有点问题呗，就你这个机位我肯定是不太上镜。他说，哎，你镜头里可能叭叭了，这本人不咋吱声啊，不太一样。我说那本人不是堵住了吗？本人现在，要不然你看看镜头，就虽然我不太上镜，但是你看看我咋回事。他说好姐，我好好给你看啊，没事别担心。姐，你其实这一年你不容易啊，姐。你说你老公姑娘在国外，你在这儿，你说你得多想孩子，你说这进不来，出不去的，你说那感觉，你说得多难受。我说实话实说，没有现在难受。哎，你们知道不？昨天晚上人家来了一个澳大利亚人，把我妈给骂了。你说我妈多难，好不容易1年多没有加拿大人惹过她了，这不又来个澳大利亚的狂徒？咋回事呢？这个人叫汤姆，是我一个好朋友的对象。就我首先来跟大家科普一句东北话啊，在东北有个词儿叫上食，它是形容这个动物家畜，主要呢是形容猪进来特别能吃饲料，哎，所以这个最近长膘就会特别快，然后就可以多卖肉，这种就是欣欣向荣的猪景象就叫上食。然后我妈呢这2年头发有点变白，就觉得自己不好看，老想染头。染头呢，她还老过敏，那家挠的就肚脐眼都快挠成活扣了。我就说你别染了，我就不让她染。完，她就觉得不好看，就老想戴假发。所以这汤姆来之前呢，我就给她发信息，我说一会儿啊，你劝劝我妈，我们劝她不听。你以一个就是个国际审美的角度，就告诉她你的白发不是丑，是非常 international。你就告诉她好看，好看，真好看，不就是头发不再黑了吗？那你说我们国家的人，人生曾有几度黑呢？那都不活了吗？然后汤姆说，你不要以为外国人的汉语都不好，就只会用好看这么一个简单的形容词，我的词汇量是很丰富的，我呢会选择一个更高端的词来形容这位 lady， 就请你们都准备好。然后汤姆呢就给自己选择了一个他认为更高端的词儿，然后在来的道上就在车里头背20多分钟车程，闭眼睛背一道啊。他来的时候呢，我妈正吃饭呢，这汤姆就很怕自己把这词儿记错呀，鞋都没换，直勾就进来了，啥别的也没说，见着我妈直奔主题，上来就把词儿说反了。阿姨，这次看你不一样，你最近很上时，哎呦我的妈！他想说的是时尚，结果背了一道，背反了，到这儿张嘴说了个上时。我妈就不是很开心，说上时这个词儿不是形容我的，我和上时没有关系。汤姆说，上时说的就是你，你就是嘴上时。我妈就问我，这汤姆怎么比你家那个更虎呢？但是还得稳住火，就说你大不了就说我能吃，说我胖呗。那身材这变化，人老了都这样，你老了你也变。那汤姆和大胖媳妇有一点像，就是虽然虎，但是很要强。拿起酒杯还敬了我妈一杯酒。不，阿姨，只有你越老越上时。然后我就偷摸跟汤姆说，我说你呀说反了，赶紧改过来。他说真的吗？我认为没有问题。我说反了，你听我的，调过来说。汤姆说啊，那好吧，那重新来。阿姨，你和我们不一样，只有你越上时越老。阿姨，你真的是越上时越老。来，干杯。汤姆说完很开心，问我是不是劝解的特别好，来让我们一起坐下来用餐吧。我妈说你上一边去，我不光上时，我还护食呢。大胖媳妇携全家来体验太空飞行了，结果在太空馆上演了历史性的一幕，人给他退款了。是这样的，大胖媳妇让我给他买个硬盘，我说太贵没给他买。然后过了几天呢，有人约我去玩那个太空飞行体验，他问我那是啥呀？我说你知道有那种地方不？就是一个屋充满了福利，谁进去都能享受福利，然后就失去自我了。他说直播间啊。然后我就给他看的介绍，看完介绍他说他也要去。体育这方面大家都知道我是苗子，我到那儿我靠一飞冲天，空中炫技，灵活的胖子放手搏，地心引力奈我何那种感觉。我要炫技炫成功了，你给我录下来发视频，如果点赞超过30万，你就得给我买硬盘。我说行，我们就去了。到那人家就说了200斤以上的不行，他说他195，只是看着虚胖。然后呢，我起来了，翟奥达起来了，拿铁也起来了，他一直在等待间取笑我们，说我们动作不标准。结果到他了。就是一个起不来呀！这个馆有史以来第一次派出了2个教练，白班夜班都上了，结果都被他薅了。
我就跟我女儿说，我说这个福利呀，正常人应该是升天，但是福利到了你爸身上，咋就贴地呢？早咋说？我爸不会就是伏地魔吧？伏地魔吧？关键出去的时候，底下的风太大，吹的他吧得跳着走，然后兜的太紧，裤裆还给人裂开了。他还问人教练，他说别人飞完你就是抱着给抱出来，我在这里自己跳呢，你倒是抱我呀，抱我呀！教练说我抱了，俺俩都抱了，俺们也没见过，在这个福利的地盘里，地心引力赢了，地心引力赢了。哎，你能相信吗？大胖媳妇跟我一起去参加一个饭局，走错屋了，但毫不知情，跟一群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吃了25分钟的饭。昨天我有一个很尴尬的饭局，咋回事呢？就之前认识的一个朋友想邀请俺家早打和拿铁一起去演一个电视剧，但是这个事儿呢就很耽误他俩上学，我就想婉拒他们。然后我就跟大胖媳妇说，我说一会儿中午这个饭局啊，你跟我一起去，你到那儿就2个任务：一热情陪伴，2温和婉拒，能不能做到？大胖媳妇说能。但是啥叫婉拒？我说就是一直说自己不好，以自己不好的理由拒绝对方。他说没有问题。结果中午我俩是分头去的，我就堵高架上了，我就给打电话，我说我肯定是要迟到了，你记住那2点没？他说媳妇儿没事，你别着急，我都记住了，交给我。到了现场他就直奔包房了，但在他眼里，什么海棠厅、牡丹厅、剑兰厅这些汉字对他来说都没有区别，他就非常害怕走错房间，就一直在各个包间门口徘徊，直到有一个屋的客人认出他来了。哎，那不大胖媳妇儿吗？他一听，那没错了，这就是组织，推门而入，先自罚3杯，然后就坐下，还替我道歉。彩铃堵车，一会儿就到，我先跟大家吃。好巧不巧，人对方话也接上了。孩子呢？孩子也没带着呢，我可喜欢你家这孩子。大胖媳妇很警觉，开始婉拒。孩子们在家，拿铁现在应该在抠鼻屎，然后吃。早达这个点应该也开始闻脚丫子了。他们生活中其实是有点恶心的，说实话。然后对方有个大姐说，我不管，我就爱看他俩，长得像小外国人似的。大胖媳妇以为他是这里边领导呢。大胖媳妇说，你要真喜欢长得像外国人的，俺家长得就像外国人的，那肯定是我。我可以演电视剧，我演过。对方一桌6个人，没有人能听懂他想表达什么，但是也没有人在乎，因为大家都在思考另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外国人他进来也就进来了，他为什么不走？就这样，他们驴唇不对马嘴的喝了25分钟。我到了之后，我赶紧进屋找他们，一进屋发现大胖媳妇根本没在，我以为他上厕所去了，我赶紧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你干啥去了？大胖媳妇那边都喝嗨了，告我喝着呢，你快点的。我一听完了，肯定出岔子，我就开始满饭店找他，我心里这个气呀，但是我同时安慰自己，张彩玲，你不正愁最近大胖媳妇太正常，视频都不知道录啥呢？你要相信你的男人，你终究是多虑了。最终我在隔壁的隔壁找到了他，脸都喝红了，桌上除了他我一个也不认识。见着我，大胖媳妇跟我说呢，哎，你可算来了，放心吧，我说的非常好。我一进屋一个婉拒，到现在就没有一个人跟我提电视剧的事儿，人家还问呢，彩玲你们干啥呢？我猜是不是录恶搞粉丝短视频呢？我说恶搞粉丝我的确是没想过，但是短视频肯定是要录了。那大姐特别热情跟我说，她从进屋开始我就开始录她，你把热点打开我就传给你。这事儿太丢人了，为了挽回颜面，我逼她下血本送了我一套赫莲娜新年非凡礼盒，有黑白绷带面霜和新品黑绷带眼霜，这么有品位的礼物瞬间给我拿捏了。新年送她，祝对方一展龙颜，心意满满，和大胖媳妇一样成为高分段送礼选手。后来回家我就说她，我说你是怎么做到跟一群陌生人吃了25分钟的？她的回答吧，居然还有点心酸。她说，也许对于你来说，只有那一屋是陌生人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整个饭店都是陌生人。从某种角度上来说，甚至整个中国都是陌生人。能不能一桌吃饭，用你们的话说，就是缘分到了，你也有责任。你来那么老晚，你是上错车了？我说我车没上错，这个事儿你不懂，我这个叫上对花轿嫁错郎，嫁错郎。